可以买点压缩干粮啊，所有的人可以储备一些压缩干粮。中国有可能内部人跟我说，中国有可能明年会面临到粮食危机。中国有可能明年会面临到粮食危机，所以呢，就建议大家，倒不是说很严重啊，就有可能，所以建议大家也不贵，很便宜。大家知道我说吧，就是压缩的什么饼干之类的压缩的干粮，能保质期很长的啊，1年到2年的啊，家里可以储备点，好吧，又很便宜。粮食危机的依据是什么？就是大量的假冒，就是虚假的粮食储藏，就是有很多储备粮都被卖掉了。都被处理掉了，因为中国的贪腐太严重。你想想啊，我就问问大家，体育界的贪腐现在看到有多严重吗？抓人屏蔽，看见了吗？啊，金融圈的贪腐看到有多严重了吧？多少个行长，多少人都抓进去了吧？没问题吧？啊，政府内部官员贪腐多严重吗？那我就问你一个，看粮食的人不贪腐吗？就是当你知道在中国所有有权力的领域里面，医疗企业抓那么多人，学校校长端那么多人，各个领域的贪腐都那么严重的时候，我就问你一个，各地方管粮食人贪不贪腐？紧接着再跟大家讲一个，你们听我知道了，军队里多少东西都被卖掉了 ，P2 加警的燃料都变成了水，我们的洲际导弹都发射不了，里面都是水，因为这个水几年一换，几年一换，所以既然你不发射洲际导弹，不打核战争，索性就不灌 P2 加警，都灌水，被卖掉了。如果你觉得连这个都是贪腐，那我就问你，看这种储备粮的人，他为什么不卖粮食挣钱呢？能听明白吧？所以当没有这么多储备粮的时候，一旦遇见粮食危机，粮食从哪儿拿？没有这么多粮食，你知道现在国际上多少地方都在涨价呀？粮食都在涨价，就是大家都预感到粮食有问题。对呀，你像今年咱们春天的有时候还行，到秋天的时候多少水灾，多少问题出现，这些地方都会绝收，所以很多地方粮食都会出现问题。对呀，由于全球极端灾害多，都在减产，所以粮食明年可能紧缺，那中国可能就会出现粮食危机，知道这个逻辑了吧？啊，储备粮没有的话，没有真实那么多呢，就会出现危机。不是 P2 甲肼买了啥用？是不买 P2 甲肼，听得明白了吗？买 P2 甲肼不是贵吗？那钱直接摊了，不会买 P2 甲肼啊？问我 P2 甲肼买了有啥用？P2 甲肼不是买 P2 甲肼，是不买 P2 甲肼，那个钱直接就摊掉了。不知道11月份，问11月份之前俄乌战争能不能结束，我也不知道。我希望它结束啊。中国人喜欢压缩干粮，我说的压缩干粮和压缩的这些东西。不会占很多钱的，你平时买一点就完了，这个你也不会占你们家经济上很大的一个分量，也不存在什么这个抢购的业务。双轨制延迟退休还没有最后出定论呢，等定论出来看吧。定论出来看还是很惨的。其实咱们都知道为什么要延迟退休，没有钱了。那你们就要想想，他延迟退休就算实施了，能少几年？因为每一年社保、医保。社保不交纳人数2800万人退保，2800万人，就是社保不交纳社保退保的人数比他延迟退休省钱出来的人数多得多，所以很快你们就都没办法了啊！以前说威胁到80后，现在叫70后，因为1970年出生的今年才54岁，还不到退休年龄，所以可能70后就已经拿不到养老了，70后拿不到养老了。老师，迪拜的房产适合投资吗？不太建议你最近去投资，不太最近建议，因为现在俄罗斯可能这个局面很关键。如果按照现在的预期，咱们都知道，9月份9月底之前就能确认乌克兰拥有多少远程打击的工具，因为已经开放了嘛，允许他实施远程打击。乌克兰手里有了3种能够远程打击的武器，对吧？美国的武器100到300公里打击范围英国的武器300到500公里打击范围，而对于 F-16挂的这个空地导弹打击范围到1000公里，所以拥有多少这样的武器，就将决定可能战争结束的时间的速度。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对阿联酋迪拜有很大的压力，因为那儿有很多俄罗斯的富豪，
所以这些富豪的问题就可能导致形势不稳定，所以不太建议你现在去着急投资，看看局面。最近莫斯科被炸的不错，莫斯科现在还没被炸呢，没被炸呢，就是这些远程打击的武器到了，那就是你想要1000公里的范畴，那整个俄罗斯所有相关的这边的军火啊，各种东西就都没办法了，而且它不像无人机那么慢不像无人机那么慢，导弹是很快的，拦截很难的。人民币跟美元的汇率，你们大家总是希望说这个人民币和美元老是讲这个汇率，很多人关心嘛。我跟大家说个数，有时间看一下，叫结汇的数量外汇管理局，你们看一下每日经济新闻，外汇管理局结汇的数量，就是2024年7月银行结汇，它用人民币，我就美元一样的13169亿元人民币，受汇17057亿人民币。2024年1到7月累计银行结汇88740亿元人民币，累计受贿100712亿人民币。现在明白什么意思吗？明白什么意思吧？就是拿美元走的人比给美元给政府的人多得多。现在知道了吧？所以现在为什么中国在用信用违约掉期去稳定？那么多人现在都开始趁着窗口期干嘛拼命的去走？为什么拼命的去走？就是美元换走，因为将来人民币一旦下跌太厉害，大家都在维持，这么多人都在拿走美元，因为大家都在拼命维持2万多亿缺口，2万多亿，将近3万亿美元是多少人民币？3万亿3万亿人民币是多少美元啊？5、6、30 4000多亿美元，4000多亿美元。那为什么这么拼命的走？咱们都知道撤资嘛，撤走嘛。如果人民币对美元很低，这些人拿人民币换美元的时候就会怎么样？就会很亏。所以现在等于是所有的人有意识的去稳定这个人民币跟美元的兑换。我以前跟大家说过这个问题，你们看看数据就知道了。对，外资跑光了，就没人保汇率了，听懂了所有在国内的人都在跑已经没有人，就原来包括看好的所谓看好中国经济，现在都悲观态度，都在跑。等外资跑光了就没办法了，那你就看着呗，那个时候下跌，因为现在这么疯狂的跑，你看一下我刚才讲这个财经数据你就知道了，就这么疯狂的跑的原因是为什么？就是都在换走，对，就是那个把美元拿走，一共3万亿美元，咱们叫外汇储备，一共3万亿，这里面有多少是美元不知道，多少是其他外币，我们就算50%是美元，那你想想也就1.5万亿美元，这个缺口就这1到7月份4000亿美元没了，缺口。有人说我们外汇储备没减少，对，他可以用印尼、马来西亚、泰国，他可以用俄罗斯的卢布去顶上那个汇率的口，但是你想想，在中国所有人买出去的肯定是美元呀，拿走的肯定是美元呀，他不可能说我他妈拿走，我故意换点越南币走，这不可能啊。大环境美元涨不了，因为美元在降息通道上，现在还不确认，但是在降息通道上，那美元怎么涨啊？对呀，就按理说这时候就是这个时候最好借着这个由头，最好时间趁着美元对人民币还是不错的，就已经很努力了。它已经是从将近 7.3 争到 7.1 的，它已经是在拼命往上争本了，所以这已经是国内换美元最好的窗口期了。它在往上争本，它没有动能了，争本不动了，都在林吉特都在涨，很多外币都在涨，大家对美元都在涨，所以人民币趁着这个对美元涨的机会，赶快这个争本。马币它叫林吉特，马来西亚货币叫林吉特，马币的名字。乔老师，国内几百万现金怎么出来？很容易出来啊，给我发个邮件，我给你一个联系人，你找他就出来了国内出来根据资金的情况不一样2.5%左右上下的手续费，很容易出来
啊，钱是干净的啊，钱不干净的，脏的啊，这个钱啊，手续费很贵。除了钱是干净的，就便宜的多。股市跟人民币有啥关系啊？你看现在经济衰退成这个样子，你看看中报的数据，这些企业差成这个样子，跟人民币有啥关系啊？